在中国从零开始建立俱乐部，玩真人版足球经理是什么感受？大家好，我是玩真人 FM 的石小桃，今天又来给各位铜匠俱乐部的股东大人们汇报工作啦。前两期废话比较多，大都是一些我和教练对于足球行业粗浅的理解，以及我们的建队的缘由。往后的视频会以上周做了什么事，遇到了什么问题，后续准备怎么解决，下周球队的规划以及俱乐部财务状况这几个方面来更加清晰地记录俱乐部建队的过程。本次汇报工作主要分成以下几个板块：球员训练内容、球员状态、教练员训练方案和做了什么为主。因为这期内容的素材都是最近这几个月整合在一起的内容，主要呢是一些前期筹备工作，可能会有一些与之前视频重复的内容，大家先将就看一下。明后天会更新下一期视频，届时视频的进度就可以跟上现实中球队发展的进度了。先说第一板块，球员方面。前几个月我们一开始解决的是有没有人愿意来踢球的问题，所以群里面的人数上升的是比较快的，但是愿意踢球和能踢球和能接受有训练的踢球是三个不同的事情。随后组织了5次训练，每次人数都在10个人以下。这几次的训练也是简单的抢圈、传接球、2过1、1对1这种训练内容。教练也是想通过这些简单的训练来摸摸底，看一下每一个人的水平如何，便于定制球员的个性化训练方案。训练之后也和其他的散客球队踢过几次野球，对于我们这种没有系统训练过的球员来说，确实是有不错的提升，但是对于我们队伍里面一些踢得比较好的球员来说，提升并不大。这个强度的训练主要还是起到了熟悉队友的作用。随着训练次数的增加，多次参与训练的球员也慢慢的进入状态，从一开始认为就是踢野球变得认真了起来。虽然我不知道一群成年人一起在操场上排着队做热身运动有什么好羞耻的，但是我的确的能感受到，最开始训练的时候大家都不太好意思。截止到9月8号之前的那一次训练，明显感觉到我们这一批能力稍弱的球员，就是以我为代表的这一批球员能力都得到了不小的提升，拿球也不烫脚了，走地面的传球几乎都能停住。这个时候就有人要问了，那为什么我们不找强的会踢球的这些球员来直接训练呢？因为没有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些人他愿意来啊，愿意来踢。我们只是一个新的球队，没有底蕴也没有钱拿，愿意参与就已经达到了我们前期的目标了。参与人数才是我们最优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人数不够，他连球都踢不起来。其次，我们在想怎么样解决愿意踢球到愿意训练的这个问题。球在哪里都能踢，踢野球它也是踢球，所以我们就要解决球队凝聚力的问题。一方面是教练和我个人的人际关系，你也可以说是通过感情绑架、亲情绑架；另一方面是通过球场拉人，招募到依旧热血并且愿意吃饼的球员。还有就是愿意给小球员起到表率作用的家长朋友们。最后就是通过视频让这个球队的成员知道我们在做一个真的很有意义或者说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第二板块，教练员方面。关于训练，教练员经过几个月的磨合，大致了解了每个人的能力和属性，未来将会分成2部分进行训练。在训练过程中会单独拿出来一部分时间，让有过训练经验和没有训练经验的球员分开训练，争取让每一个球员都能最大化的长球。同时呢，通过我个人的社交，我们和热血的甘教练达成共识，成功邀请他进入教练组，未来将和主教练何鹏一起制定训练方案以及战术。在未来的视频里，争取让教练组们自己出镜讲解训练方案和训练计划。那毕竟我不是专业的，转述的可能没有那么清晰。第3板块，这一段时间我们做了什么？第一件事，为了配合马上要做的视频以及提升球队的凝聚力，我做了5款球迷周边。队服它是肯定要有的，就算我们不卖，球员自己也是要穿的。我们找到了球衣代工厂，成本不高，批量定制41块钱一件。应援围巾定制的成本比较贵，生花上岗那种围巾折合下来成本也要20-30块钱一条，那我卖个40-50块钱就挺贵的了。考虑到新俱乐部球迷朋友要是真金白银的花这么多钱支持我们，我心里面也挺不好意思的。
经过代工厂的送样，我们筛选，最后选择了定制成本差不多10块钱的长款毛巾，实际效果看上去和围巾差不多，而且不会掉色，可以水洗。我甚至用它洗了好多次澡。先有再说，剩下的都是低成本的小周边，徽章、鼠标垫、扇子、收口包。扇子的成本最低，如果说我们真的有球迷能来现场观赛的话，应援围巾我肯定是送不起的，但是送一把扇子我还是没有问题的。想一想，一群球迷拿着铜匠应援扇子在喊加油，其实也挺震撼，也挺激动的。我们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应援周边确定了之后，找我的小伙伴设计了某宝首页，也算是我们有了自己的球迷商店了。详情页暂时没有投入太多精力去优化，能用就行，还是先解决有无，再解决好坏的运营逻辑。第三件事，关于媒体方面，我们做了公众号，虽然比较简陋，还是先解决有无，再解决好坏。大部分的检索内容都是文字或者是一张图片，但是至少我们有了一个球队信息集合的一个平台，可以先用着。第四件事就是球队宣传方面的工作，我看到过太多光做不说的傻把式，默默做事，耻于宣传，结果做得踏踏实实，死得无声无息。我们把舰队逻辑、愿景和可实施性梳理了好多遍，发现除了不可抗力以外，决定是否可以长期做下去的关键点就是视频的反馈。首先，发布视频它是比较容易的，更容易的获取流量，反而获取社区支持或者是天降金主这两件事情都比较难实现。只要视频的反馈是正向的，那就更容易的能让整个球队朝着正向发展。第四大板块，后续的工作安排。其实到这里我就不知道该咋录了，因为这一期视频的时间节点应该是8月底，规划的应该是9月初的工作内容，所以这期视频里的规划其实这几天我已经做掉了。但是呢，为了下一期视频跟上逻辑，以后考古的小伙伴呢能捋清时间线，我就假装自己还没做完这一部分的规划。后续规划第一件事是寻求社区方面的合作以及支持，第二件事寻求学校方面的合作，第三件是开始向球员收取会费，确定未来一段时间的球员名单，定制球员的球衣。第四件是发布视频，看看网络上的水友们对我们铜匠俱乐部的一些反馈。第五件就是和教练员沟通，确认报名比赛的时间和比赛类别，以及训练相关的一些事宜。最后一个板块是俱乐部的财务状况。9月底之前，我们可以说是完全用爱发电。定制周边支出2000元，足球场400元，买球和训练器材750元，买水、电解质冲剂、运动冰激喷雾这一些零零碎碎的，一共200元，总共花费3350元，也就是财政赤字3350元。以上就是我这一期的工作汇报。本来说视频做短一点，话说少一点，结果一不小心又录了这么久。还是录已经录过了，还是选几个网友关心的问题回答一下。心是好的，方向是错的。青训兴趣班、业余球队完全不同的方向，什么什么。其实关于这一个问题，体制问题，还有一些就是环境问题，以我个人能力，甚至我们整个球队所有人的能力，它是很难去改变，或者说改变不了的。但我只能管好我自己，从我自己开始做起。我先尝试一下，下水趟一趟，来给大家试试深浅，至少让想去建球队的这些小伙伴，在中国建球队的小伙伴有一个参考，有个案例。踢球不仅仅只有纯野球和纯职业这两条路，它中间也是有很多层级、很多比赛可以去踢的，也可以让大家获得乐趣。这样子可能说会有一些家长认可足球，也让自己的小朋友喜欢上足球，去踢足球。其实关于运动伤害问题，我们已经在关注了。后续确认好是哪一款保险之后，会在公众号或者视频里公布给大家。我们现在是每一个位置都缺人，都想要人。我们发视频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视频招募到一些喜欢足球、热爱足球、愿意踢业余足球的小伙伴一起参与进来。想以球员身份进入到球队的小伙伴，可以通过公众号里面的招募球员联系我们。从草根足球开始，居然能赚钱的太好了。对的，其实如果我们的俱乐部能达到收支平衡，或者说能有
一点点的盈利。那对于整个足球环境和足球土壤、足球市场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案例。那可能说就会有更多的人像我们一样的人参与进来，把业余足球到职业足球的这个通道完完全全能给打通。这位网友说的，我们其实都已经采纳了，会员制也是已经采纳了，并且已经实施了。球迷活动呢，我们是争取在未来的几天，可能说这周六，晚上8点到10点，我们就准备踢一场友谊赛，到时候想去组织一下球迷观赛。当然，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小礼品来给观赛的小伙伴们，应援小扇子和矿泉水是肯定没有问题的。读评论，我现在就在读。球员介绍，我们可以等到下一期视频的下期视频，也就是下一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或者视频里会发布出来。评论就读到这里差不多了。那最后呢，就回收一下开头。我开头说给各位股东汇报工作，其实这不是在开玩笑。对于其他 UP 主来说是在开玩笑，但对于我来说是真心的。因为有金主的俱乐部，粉丝和球迷数量多少，它都不会影响到球队的发展。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每一个点赞和关注都是至关重要的。流量就是我们球队向正规俱乐部发展的一个通行证。说到这里，不得不说有一个功能非常的好用，它的名字叫做一键3连。没试过的小伙伴可以试一下，小小的皮一下。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粉丝群，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球迷商店。如果感觉我们还不错的话，帮忙把视频分享给你身边喜欢足球的小伙伴。谢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马上就会更新下一期视频，拜拜。